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们频道呢做过2期的这个钱包视频，然后希望大家对这个区块链钱包也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然后呢，前几天有朋友在我们的钱包那期视频下面留言问到，这个钱包的助记词和私钥之间的这个差别是什么？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时那个视频呢没有提到，所以这位朋友正好问到了，也算是对这个钱包这个模块的一个查缺补漏。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底下留言，然后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回复大家。这不仅是在帮助你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这个频道变得更好。那么这期视频呢，主要是讲2点内容。那第一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款钱包，然后呢，包括这款钱包的特点以及优劣势，还有如何使用这款钱包。第二个呢，就是介绍一下这个钱包的助记词，以及助记词和钱包这个私钥之间的一些区别。前段时间呢，可能也是看到我们视频，然后叫 Bkeep 的这家钱包公司找到我们，然后呢，希望我们能给他们的钱包做一个评测。我们随后都下载了这个 Bkeep，然后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试用。我们会把最真实的这个感受呢和使用的这个体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去用一下，或者说如果觉得是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去 switch 到这个 Bkeep 的钱包。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一个 disclaimer，那就是投资是比较有风险的，然后炒币要非常的谨慎，所以以下视频呢，均为我们使用的这个最真实的感受，不是任何的这个投资建议，所以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做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 research。然后呢，Bkeep 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多链加密钱包，然后呢，是致力于给全球的这个用户呢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站式的这个资产管理服务吧。这个 Bkeep 和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这些公链呢都有一些合作，就比如说像这个以太坊啊、Solana，然后 Polygon，还有 BNB 等等。那现在呢正值这个世界杯，然后呢 Bkeep 也是有一个足球的这个嘉年华的活动，然后你下载了这个钱包注册以后，使用这个 Swap 就能获得刮奖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最高可以获得这个价值大概在$50的一个 GASU 的一个奖励。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一些链接呢，我们会放到这个我们 description 里，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 description 中的这个链接，然后去下载这个钱包，然后安装和去来参与这个活动。OK，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首先呢，第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那 Bkeep 呢，他们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的这么一个多链的 Web3的钱包，这一点呢，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是比较深有感触的。然后呢，它这个资产呢都是被这个跨链去整合，就是说这里举个例子呢，就是说 Bkeep 总共有大概70多个主网，然后我们可以跨多个这个链交易资产，然后和其他这种小狐狸的钱包可能不太相同。然后小狐狸的钱包呢，一般是只支持这个代币的存储与交易，而且它也不跨多个区块链，所以有一些币它也是不支持的。但在这个 Bkeep 上呢，可以是直接进行这个跨链交易 NFT 等等。它这个应用程序呢，实际上集合了这个钱包 Swap，然后 NFT 的一个 Market，还有一个 DApp。那我们作为用户呢，不用在不同的这个钱包和 App 之间来做切换，所以相当于它这是一个 all in one place 的一个应用，然后你直接可以在这儿搞定一切。所以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概支持可能有100万个这个 FT，然后呢，它也全平台的任意的这个代币呢，其实都可以去搜索和购买。它还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刚才说到，它不里面还有 DApp 嘛，他们大概里面集成了，我看有15000个 DApp 左右。然后呢，相当于说你这10000个 DApp 都可以在 Bkeep 这个钱包里直接去跟他们互动。比如说，有些朋友想去玩这个期货，然后呢，我们可以就通过 Bget，然后的期货的这个 DApp，然后来进行这个期货的交易。这个 Bkeep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功能呢，是在其他的这个钱包上呢，我们没有这个 TRX，然后所以就是无法转账这个 USDT，但是呢，在这个 Bkeep 中呢，我们是可以发送的。然后 Bkeep 钱包也会将自动这个扣除我们发送的代币来作为这个 gas fee，然后这样大大方便我们的转账和使用。所以它除了这个简单的，它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其实对于直接存储我们大量资金的这个钱包呢，除了关心它是否使用起来方便，那我们其实还更关心的应该是这个钱包的安全程度。
那这个 Bcape 呢是一个非托管的这种去中心化的钱包，它具有一个比中心化钱包更安全的一个特性。然后他们从这个2018年以来呢，作为知名这些 VC 投资的一些钱包，Bcape 已经超过了大概168个国家的一个覆盖，然后大概全球有600多万个用户，提供了一些非常可靠的这个加密资产的管理服务。然后至今呢也是应该是零事故的，所以这个 Bcape 呢，它在2018年在新加坡成立，然后呢，并在这个年底就达到大概90万的用户，然后19年大概到150万，所以它这个增长还是蛮快的。然后到20年的时候上线了这个 DeFi 功能，然后又去在这个我们华人区域都占领了这个头部位置，然后与年底获得受欢迎这个钱包奖。2021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 V6.0的版本上线，然后聚合了这个 Swap 的一个升级，然后开启了这个跨链桥，然后呢，紧接着后来又上线了 NFT 的这个板块，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市场非常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拿到了1500万的一个融资，然后10月份的时候，Web 端的 NFT 的市场也上线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功能和发展，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健的，然后目前也是在一个稳定的一个规模去来扩展。那它这个目前我们这儿展示的是它这个 Web 端的 Bcape 的钱包，然后如果我们想去创建的话，如果是想在这个 browser 中使用的话，我们可以去下载这个 Chrome 的 extension，然后下载好 Chrome extension 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然后进行注册一个钱包，然后你如果想用它这个网页去来进行操作和交易的话，你可以去点这个 Connect Wallet，跟你这个钱包去 connect 上去。其实跟其他的钱包的这个 UI 其实大相径庭啊，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有 swap，这是一个直接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然后呢，你在这里可以去兑换不同的这个代币。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去交易这个 NFT，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途径是去让你直接可以用你这个钱包在它的整个 UI 中去来做这种操作。也就是说你不用特别需要说我还需要去 OpenSea 对吧？然后我注册一个 MetaMask，然后这么去操作，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 feature。然后你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一些，比如像free mints 呀，然后它的一些 airdrops event，然后你都可以去参与。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的这个 UI 做的也非常顺滑。对，然后的话，这个 wallet 这个地方的话，你应该是可以去来管理和下载不同的这个wallet，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你也可以去下载 Android 和 iOS 上的这个钱包应用。所以大概的话，它这部分这个网页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研究一下。然后觉得适不适合试用，然后如果好的话，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下，点击我们这个 description 的链接，然后用我们的邀请码去来注册，可能之后会有些福利。谢谢 Michael 的一个讲解，我们的邀请链接会放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中，就是每个月呢，Bcap 会有2次以上的那个 airdrop 就空投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钱包的一个创建呢，朋友们可以访问 Bcap 的官网，安装 Chrome 的插件进行钱包注册。那在手机上呢，我们直接在那个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 Bcap 的一个应用，然后在注册的时候呢，输入我们的一个邀请码，完成一个钱包的注册。切记大家一定要保管好你们的一个助记词，并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款 App 它的大概的一个功能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手机 App 总共分为5大块，分别为钱包、兑换、NFT 市场和 DApp，还有最后一个发现模块。钱包模块呢，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和其他交易所钱包功能是一样的，它可以切换主网、二维码收款和转账。在兑换模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币圈市场的市场行情以及币兑换的一些模块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卖出 USDT 来买入 BNB，我们就会自动得到一个换算比例。点击确认之后便可以实现兑换。在 NFT 市场模块，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热门的 NFT 都有哪些，以及 NFT 的一个排行榜，也可以按照 NFT 的分类来查找 NFT。在排行榜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免费铸造的模块，但是在我们操作演示的时候，这个界面一直就是在 loading 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网速原因，还是这块还并没有开发好，导致这部分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最后，我们同样能在这个模块里面来交易我们的 NFT。在 DApp 模块里面，我们会看到市面上排名前几的一个 DApp，以及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推荐。如果感兴趣的呢，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里面的介绍。我觉得他们这里面的分类做的蛮好的，有 Play to Earn 的，就是玩游戏就可以领代币的，也还有领测试币的一些 DApp，还有一些分享链上使用工具的一些 DApp。
在最后的一个发现模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钱包，还有以及领空投的这个一个按钮，我们可以完成相应的任务，便可以领到该项目的一个代币。再有就是一些钱包 App 通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云钱包、地址本、安全隐私，还有一些钱包学院，这边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呢，再说一下那个让我们看到都很震惊的功能，那就是一个发红包的功能，就是可以用加密货币来发红包。可以说这个功能是学到了微信的精髓。说这么多，这就是我们这几天使用这个 app 的大致的感受。我们一直认为，任何一项产品或者应用想得到推广，就是要做到简单、易用和安全。Bcap 似乎已经满足了这几个特点。我们也希望 Bcap 能够越做越好，争取让更多的人接触到 Web3和区块链。而视频的第二部分呢，我想说说什么是钱包助记词，以及钱包助记词和私钥之间的一个关系。首先，私钥和助记词毫无疑问都是管理和使用加密货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私钥一般长这样，一般都是以5KL 开头的一串数字和字母组在一起的字符串。私钥的作用有3个，第一，它可以结合公钥来计算收币的一个地址。第二，它在交易的时候需要私钥的授权签名，这个我们在上期的钱包视频谈过，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我们的上期视频。第三，它可以恢复我们的一个钱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那既然私钥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在设置钱包备份的时候，只备份了12个或者24个助记词，我们并没有备份私钥。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因为助记词的作用和私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一样能够产生收币的地址，也能够签名和备份钱包。那么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那既然一模一样，那么搞2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刚刚我们显示的这一串数字实在是太难记了，所以比特币社区通过了 BIP39协议来允许将随机数通过特定的一个编码转换为词库中的一个单词，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看到助记词的形式。这种单词更方便人脑去记忆。助记词钱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组助记词可以派生出 N 个私钥，每个私钥都对应一个相应的币种。如果你的钱包里面有30个币种，比如说你有 BTC、ETH、LTC 或 EOS 等等等等，你不需要每一个币种都单独记录一下私钥，只需要记录好一组助记词就可以掌握所有资产。所以下次在备份钱包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备份助记词就好了，不需要再记那一串长长的私钥了。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说介绍一下这个 Bcap 这款钱包嘛，然后我们大概都试用了，然后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这里也给大家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邀请码呢是放在这个 description 中了，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邀请码去来下载和注册你们的这个钱包。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也是回顾了一下这个钱包助记词和这个私钥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希望大家也能知道说，OK，我们为什么每次建立一个新的钱包要这个助记词，这样的话加深大家的对这个钱包的一个管理。也希望你们觉得我们这个讲的助记词与这个私钥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对你们来说也很有用。之后如果再去创业钱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把这个助记词丢掉，因为它是恢复你钱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OK，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然后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也是给我们发表你们的观点吧。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然后多跟我们互动，谢谢大家。